在11月19号夜间，乌克兰军队首次使用英国提供的风暴阴影导弹打击了俄境内的俄朝联合指挥所。转眼之间，俄乌战争已经进行到第1000天了。在这些日子里，乌克兰空军面对数量和质量全面处于优势的俄罗斯空天军，不仅没有丧失制空权，还在美国解禁了武器限制后反攻到了俄境内。到底是如何做到的？乌克兰空军现在实力如何？今天大兵就和各位一起聊一聊这个问题。当日的地理定位的影像显示，袭击可能针对的是位于马里诺的巴里亚金斯基庄园，该地设有俄朝联合部队的指挥所。据多位俄罗斯军事博主称，乌克兰军队向库尔斯克州发射了多达12枚风暴阴影导弹，碎片击中了马里诺地区。虽然该信息尚未得到证实，但马里诺距离库尔斯克州前线约30公里，适合用于驻扎部队指挥部。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袭击并非是孤立行动，乌克兰军队在当夜还对俄罗斯后方展开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重点打击沃罗涅日、别尔格罗德和诺夫格罗德州的军事和国防工业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声称，截止到20号上午，俄方防空系统共摧毁或拦截了44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包括20架在诺夫格罗德州，5架在库尔斯克州，其余分布于奥廖尔、别尔格罗德、图拉、特维尔等多个州。乌克兰战斗反摇中心负责人科瓦连科上尉表示，乌克兰打击的目标不仅限于俄方的军事设施，乌军的无人机成功地袭击了位于诺夫格罗德州科托沃附近的俄罗斯导弹和火炮主管局第13军火库，那里存放着各种导弹以及炮弹。与此同时，乌克兰军情局还报告，乌军击中了俄罗斯北方部队在别尔格罗德州古布金的指挥部。这次袭击就标志着乌克兰已经开始有效地利用西方提供的远程武器系统，来开展更加复杂且有效的打击行动。这次袭击的主角是由乌克兰空军苏24发射的风暴阴影导弹，该导弹由英国 BAE 系统公司研发，是一种高精度的空对地巡航导弹，专为执行深度打击任务设计。其核心优势在于精确制导、长射程和穿透力强的弹头设计，其能有效地摧毁敌方的地下设施、指挥所以及其他高价值战略目标。该导弹最大射程达到250公里，能够在相对安全的距离外发射，避免与敌方防空系统产生正面冲突。这使得风暴阴影成为了一种能够突破敌方防线、打击后方关键目标的理想武器。风暴阴影导弹配备了先进的复合制导系统，采用惯性导航、全球定位系统和地形匹配制导等多种技术，确保在复杂环境下的高精度打击能力。地形匹配制导技术可以根据实时的地面地形数据进行动态调整，确保即使在电磁干扰或 GPS 被封锁的情况下，导弹依然能够准确命中预定目标。乌克兰空军在引进风暴阴影后，迅速将其应用于战场，并取得了一定战果。然而，乌克兰并没有直接拥有大量的现代化战机，如何将风暴阴影导弹与现有机型兼容，就成为了一个技术性难题。乌空军的主力战机是苏24轰炸机，这款战机呢，尽管年代较久远，但在设计上仍具备较强的载弹能力和打击范围。为了使苏24能够发射风暴阴影，乌克兰与西方国家展开了紧密的技术合作，进行了多项改装，确保这款老式战机能够有效地适配现代化的导弹系统。改装包括战机的导弹发射系统、精确制导控制系统以及导航设备的更新。这些改装使得苏24能够具备与风暴阴影导弹兼容的能力。除了改装战机外，乌克兰空军的飞行员也接受了西方国家提供的专业培训，以确保他们能够熟练地掌握风暴阴影导弹的操作。英法等国空军专家为乌克兰飞行员提供了飞行训练课程，涵盖了风暴阴影的发射流程、目标选择、制导系统的使用等内容，使得乌克兰飞行员能够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中最大限度地发挥风暴阴影的作战效能。风暴阴影导弹的投入使用，不仅提升了乌克兰空军的远程打击能力，也从战术层面改变了战场态势。通过对俄罗斯后方的精确打击，乌克兰能够有效摧毁敌方的关键基础设施，尤其是指挥所、弹药库等至关重要的战略目标。这些打击削弱了俄罗斯的作战指挥能力和物资保障，从而对俄罗斯的持续作战能力造成了显著影响。相比传统打击方式，
风暴阴影的长射程和精确制导特点，使得乌克兰能够在敌人防线之外进行有效的攻击，大大减少了战机被敌方防空系统锁定的风险。此外，风暴阴影的使用也表明了乌克兰在战略威慑方面的增强。通过这些高精度远程武器，乌克兰不仅能够有效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还能够向俄罗斯及其盟国传递出强烈的军事信号，表明乌克兰具备在大规模对抗中主动出击的能力。这一变化使得俄罗斯在战争策略上面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面对如此高效的精确打击武器时，俄罗斯不得不重新评估自己的军事部署和战略决策。西方国家对乌克兰使用风暴阴影导弹，也再次证明了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风暴阴影的供应不仅是单纯的军事援助了，更像是西方国家在地缘政治层面的一个重要象征。通过提供这类先进的武器，西方国家向乌克兰表达了坚定的支持，帮助乌克兰增强自卫能力，并在国际政治中加强了对抗俄罗斯的力量。此外，风暴阴影导弹的引入也使得乌克兰能够在持续的冲突中获得更多的战略主动权，打破传统的作战模式，创造更多灵活的战术选择。尽管风暴阴影导弹极大增强了乌克兰的打击能力，但它仍然无法单独决定战争的最终走向。战争的胜负呢，不仅依赖于武器的先进性，还需要全面的战略布局、后勤保障、外交手段等多方面的因素。风暴阴影无疑是乌克兰在现代战争中取得的一项重要突破，但在长期的军事对抗中，如何综合利用国际支持，增加军事合作，提升自我防御能力，仍然是乌克兰未来面临的关键问题。虽然风暴阴影导弹足够强大，但想要发射它们并抗衡俄罗斯空天军，还需要一支作战能力优秀且不畏强敌的军队。乌空军是一个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逐渐发展并且加强的军种。尽管面临俄罗斯的强大空天军，乌空军通过不断努力，借助外界援助以及自主研发的武器系统，逐步形成了具有战斗力的空中作战力量。为了抵御来自俄罗斯的空中威胁，乌克兰空军不仅在数量上进行了补充，也在质量上力求提升。接下来，我们将深入了解乌克兰空军的现状，包括其规模、武器装备以及与俄罗斯空天军的对比。乌空军的规模在过去几十年间发生了显著变化。根据公开的最新数据，乌克兰空军现有大约25000名人员，涵盖飞行员、维修人员、地勤和指挥官等多个角色。这支队伍的主力装备是战斗机、攻击机、运输机和直升机等多种类型的空中力量。与俄罗斯的庞大空天军相比，乌克兰空军显得相对较小，但它的存在依然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与俄罗斯的长期对抗中，乌克兰空军展现了坚韧的生存力和强烈的抵抗意志。乌克兰空军的核心战机是苏27和米格29两款。苏27是乌空军的主力多用途战机，主要用于防空作战、空中拦截以及制空作战。乌空军现役的苏27约有25架，米格29是另一款广泛使用的战斗机，具有较强的近距离空战能力和一定的打击能力。乌克兰现有约30架米格29。尽管这些飞机在技术上已经过时了，但它们仍然是乌克兰空军的骨干力量，尤其是在缺乏新型战机的情况下，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这些本土生产的战斗机，乌克兰空军也引入了一些外援武器，以弥补战机数量和性能的不足。最重要的援助之一呢，是来自西方国家的 F-16战斗机。美国和其他西方盟国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承诺向乌克兰提供 F-16战斗机，这些飞机将使得乌空军的打击能力极大增强。F-16战机的引进不仅提升了乌空军的空中优势，还帮助其在空对地打击中获得了更高的精确度。根据乌空军的需求和援助协议，预计乌空军将在未来几年内获得约24架 F-16战斗机。美国和其他北约成员国通过训练、资金支持以及设备转移等方式，帮助乌克兰提升了其空军战斗力。除此之外呢，乌克兰空军还获得了其他国家提供的先进导弹、雷达系统和无人机等装备。例如，乌克兰空军引进了美国制造的海麻雀导弹系统，这种导弹具备极强的防空能力。此外，乌克兰空军还拥有多个地面雷达系统，比如西方国家提供的 AN/TPQ-36 火控雷达，它能够帮助乌克兰实时监控敌方飞行器的动向，为防空作战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然而，尽管乌克兰空军在数量和装备上不断提升，但与俄罗斯空天军相比，依然存在着显著差距。
俄罗斯空天军的规模远远超过乌克兰，主力装备包括了大量的先进战斗机、轰炸机、预警机、无人机以及各类导弹系统。俄罗斯空天军的核心战机包括了苏35、苏34以及苏30M 等多款现代化战机，数量达到数百架。此外，俄罗斯还拥有大量的远程轰炸机，例如图95战略轰炸机，可以对乌克兰境内进行深度打击。俄罗斯空天军的技术装备的确是庞大且先进，尤其是在战斗机和轰炸机的数量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核心战机，比如苏35、苏30M 和苏34等，均为性能卓越的现代化战机，理论上是具备压倒性的空中优势的。然而，尽管俄罗斯空天军拥有如此强大的空中力量，在战场上的表现呢，却时常令人质疑，频繁暴露出系统性的问题。俄罗斯空军的飞行员和指挥官在作战中的失误是屡见不鲜，尤其是在乌克兰战争初期，俄罗斯空天军未能有效地摧毁乌空军的指挥系统和防空设施，反而被乌克兰的防空力量和灵活机动的战术所消耗。俄方的许多战机在任务执行中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甚至出现了不必要的重大损失。俄罗斯的战斗机在与乌克兰空军交战时，往往在战术灵活性和速度上的应对能力不足，显得较为呆滞。俄罗斯的部分轰炸机也因缺乏有效的护航战机和反制措施，成为了乌克兰防空系统的目标。更为尴尬的是，俄罗斯空天军内部的腐败和管理混乱问题频频曝光，影响了其整体作战能力。据报道，乌空天军在采购和维修装备时出现的严重腐败，导致不少军事装备长期处于损坏状态，甚至是无法正常使用。早期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空中打击时，许多飞机因维护不到位而无法执行任务，部分飞机的零部件和关键系统经常出现故障，甚至发生了不可预见的事故。俄罗斯的空中指挥体系也存在严重漏洞，由于指挥官缺乏灵活应变的战术思维，以及过度依赖传统作战方式，俄空天军的空中打击往往缺乏精准性，导致很多战略目标没有被有效摧毁。乌克兰凭借其强大的防空力量和灵活的作战模式，成功对俄罗斯空天军形成了压制，证明了即使面对巨大的敌人，依靠合理的战术也能够获得局部优势。因此，虽然与俄罗斯的空天军相比，乌克兰空军的战斗机数量和先进性都显得捉襟见肘，但依旧能够同俄军抗衡。当然，最重要的是，面对强大的俄军，乌克兰没有像2014年克里米亚那样直接举起双手，而是在艰苦的战斗中展现了顽强的战斗精神。即使面对数量上和技术上的差距，乌空军依然坚守自己的领空，并采取灵活多变的作战方式，进行有效的空中拦截和打击。乌克兰空军的战斗力并不仅仅依赖于传统的飞机和武器装备，现代空战环境中的无人机也成为了乌克兰空军的重要力量。乌克兰在近些年来自主研发的一些先进无人机，例如海神无人机等，这些无人机在侦察和攻击任务中表现出色。乌克兰还积极引进了外国无人机，例如土耳其制造的81拉克塔尔无人机。这些无人机通过精准打击俄罗斯地面目标，极大地提高了乌克兰空军的作战效率。尽管乌空军面临着空天军巨大的压力，但乌克兰人民和军队始终坚持不屈地抵抗。乌克兰空军的士兵在恶劣的战斗环境中，不仅展示出了出色的战斗技巧，也证明了他们对祖国的忠诚和誓言。在1000天的战争中，乌克兰空军涌现了一大批英雄级的人物。接下来，大兵就和各位一起聊聊他们的故事。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乌空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资源匮乏和战斗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乌空军努力建立和完善自身的训练体系，以便培养出能够有效对抗俄罗斯空天军的飞行员。与俄罗斯庞大的空天军相比，乌克兰的飞行员训练体系虽然有限，但是在不断改进和创新中体现了其独特的优势。乌克兰空军的飞行员训练体系在战争初期受到了严重挑战，由于多个飞行训练基地遭到俄军空袭，训练设施被破坏，乌空军不得不重新部署训练资源，并创新性地使用更加灵活的训练方法。在这些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乌空军采取了被称为非传统飞行训练的课程，以适应激烈而复杂的战斗环境。飞行员被要求在恶劣天气和复杂地形条件下进行低空飞行训练，
这不仅是为了规避敌方雷达的探测，也是为了提升飞行员在险恶条件下的生存能力。同时，乌克兰还通过战术模拟演练和机动飞行训练，帮助飞行员提高空战应变能力。例如，飞行员们被安排参与实战模拟、对抗模拟的俄罗斯战机，以在提升不同战术场景下的决策能力。为了弥补战斗机数量和质量上的不足，乌空军还加强了飞行员在无人机控制和多任务能力方面的训练。现代战争的复杂性要求飞行员能够快速适应各种变化，在空战中灵活转换任务，使用不同的武器系统，甚至操作无人机进行辅助打击和侦察。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乌克兰空军依然是涌现出了一批英雄级的飞行员，他们的事迹广为人知，不仅鼓舞了乌克兰军队，也鼓舞了乌克兰人民。这些飞行员的故事是乌克兰空军在绝境中逆袭的真实写照。斯捷潘·塔拉巴尔卡是乌克兰空军中最为著名的王牌飞行员之一。虽然基辅幽灵这一名号被证实是对乌克兰飞行员们的集体致敬，但塔拉巴尔卡的个人战绩无疑堪称传奇。2022年3月的一个清晨，乌克兰东部的天空被敌方战机的轰鸣声撕裂。俄空天军派遣了一支由苏34轰炸机和苏 30M 战斗机组成的编队，企图打击乌克兰的军事设施。塔拉巴尔卡接到命令，立刻起飞迎敌。在战斗中，塔拉巴尔卡展现出冷静和无畏的精神。他驾驶米格29穿越低空的丘陵和峡谷，利用地形巧妙地躲避敌方雷达的探测。塔拉巴尔卡深知敌机数量众多，他必须精确计算每一次攻击的时机和位置。他利用云层的掩护快速爬升，从敌机的视野中消失，随后突然出现在敌人背后，成功发射一枚精准的空对空导弹，击落了一架苏34。敌机顿时陷入混乱，但塔拉巴尔卡没有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他快速拉升并且盘旋，成功占据了另一架敌机的上方位置，果断再次发射导弹，将另一架敌机击落。在这场紧张的空战中，塔拉巴尔卡一共击落了3架敌机，但他的战机也在战斗中受损，右侧机翼冒起了黑烟。他已经知道自己的战机无法继续战斗，但他仍然保持冷静，迅速调整航线，将受损的战机平稳地带回了基地。塔拉巴尔卡的这一壮举不仅让他成为了全乌克兰的英雄，也为乌克兰人民树立了不屈不挠的榜样。人们将这次战斗称为塔拉巴尔卡的荣耀之战。然而，这位英雄的落幕呢，也令人唏嘘。同年3月13号，英国《泰晤士报》报道，塔拉巴尔卡在与压倒性的数量的俄罗斯战机缠斗时，在日托米尔上空被击落阵亡。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了148-2022总统令，因塔拉巴尔卡在捍卫乌克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忠于军事誓言方面表现出的个人勇气和英雄气概，被追授乌克兰英雄称号，并追授金星勋章。最终，这位传奇飞行员回到了他的故乡科罗利夫卡。安德烈·皮利西科夫（呼号果汁）是一位年轻的乌克兰飞行员。他不仅在战斗中表现出色，还积极推动乌克兰引进 F-16战斗机的工作。他的梦想呢，是让乌克兰空军拥有更先进的装备，能够与强大的敌人正面抗衡。2023年5月的一天，皮利西科夫与其他飞行员一道执行一项极为危险的任务，拦截一支向乌克兰北部前线推进的俄军轰炸机编队。这次行动对保护乌克兰的防线至关重要，如果无法成功拦截，俄军的轰炸机将给前线部队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在飞行途中，皮利西科夫意识到敌方战机的编队非常严密，防空火力极其强大。他迅速调整策略，与另一架友军战机协同作战。他们决定分头行动。皮利西科夫通过大胆的低空穿越吸引敌方注意力，而他的队友则趁机从高空发起攻击。敌方的防空导弹迅速发射，刺耳的警报声在座舱内响起。皮利西科夫迅速进行俯冲和急速旋转，利用地形规避导弹。与此同时，他看到了友军战机成功发射的导弹命中了一架苏34，巨大的爆炸声和火光让敌方的编队陷入混乱。他趁此机会重新拉升，成功锁定目标，发射导弹击落了一架敌机。
战斗结束后，皮利西科夫和他的战友们成功击退了敌方轰炸机编队。虽然他的战机在战斗中也受到了轻微损伤，但他凭借出色的飞行技巧和团队配合，成功地完成了任务。他的英勇表现也让他成为了乌空军的新星。在战斗之余，皮利西科夫还积极游说西方国家，希望能够获得 F-16战机，以提升乌空军的战斗力。当然，就当乌克兰获得 F-16战机的前夕的23年8月，皮利西科夫在一次训练过程中发生了撞击事故，包括他在内的3名飞行员身亡。乌克兰军方将这次事件描述为痛苦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并称赞皮利西科夫少校是一位具有渊博知识和巨大才能的飞行员。乌总统泽连斯基在他当晚的例行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克兰永远不会忘记所有保卫乌克兰自由天空的人，并追授其2等勇气勋章。今年9月30号，又再次追授其金星勋章和乌克兰英雄勋章。谢尔西·维尔比茨基是乌克兰空军中的一名轰炸机导航员。他的故事呢，发生在22年3月的一次危险任务中。当天，他和飞行员奥列克西·科瓦连科驾驶苏 -24M 战斗轰炸机执行对地面敌方目标的打击任务。然而，任务进行中，他们的飞机突然遭到了俄军防空导弹的攻击。当防空导弹的警报声在座舱内响起时，维尔比茨基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危机感。他立刻向科瓦连科发出警告，两人迅速采取规避动作。但敌方导弹还是击中了他们的飞机，飞机在剧烈的震动中失去了控制。座舱内的警报声此起彼伏，他知道他们必须紧急弹射。在强大的离心力作用下，维尔比茨基被弹射出座舱，随后在空中展开了降落伞。他看到战机拖着浓烟坠落在远处，心中一片沉重，因为他的战友科瓦连科未能成功弹射生还。维尔比茨基在空中飘荡，最终降落在一片敌占区的森林中。落地后，他忍着伤痛，迅速藏身在茂密的树林中。他知道敌军很快会展开搜索，他必须尽快地找到掩护。他穿过杂草丛生的密林，沿着一条小溪向前移动，以掩盖自己的行踪。几天的时间里，维尔比茨基只能靠少量的水和树叶充饥，每一步都充满了危险和未知。第5天晚上，维尔比茨基终于找到了一个废弃的农舍。稍作休息后，他遇到了几位当地的村民。这些村民冒着生命危险为他提供了食物和水，并帮助他规划一条安全的逃生路线。在村民帮助下，维尔比茨基终于在第7天夜里成功越过敌占区边界，被友军巡逻队发现并带回了基地。事实上，维尔比茨基的情况已经非常不妙了，不仅全身多处骨折，还因为没有得到救治而进一步恶化。在之后的几周里，他一直都只能躺在床上。此时此刻，他一直相信自己的同事科瓦连科和自己一样躲藏了起来，因为2人跳伞时间只差了1秒。然而，在4月下旬，俄罗斯 Telegram 频道上公布了科瓦连科的死讯。事后分析，虽然仅差了1秒，但燃烧的飞机坠落速度太快，科瓦连科没有足够的时间打开降落伞，仅仅是1秒钟，2人就生死永隔。科瓦连科少校被当地平民埋葬在了他被发现的地方附近。乌克兰军队在22年9月重新夺回该地区后，他被重新安葬在了他的家乡。2人都被授予了乌克兰最高英勇勋章——乌克兰英雄勋章。虽然维尔比茨基最终活了下来，但他由于伤势过重，再也无法登上飞机了。虽然他依旧凭借着战斗经验在军中进行作战任务规划工作，但维尔比茨基直言：“我真的想再次执行战斗任务，在天空中飞翔，那种速度、专注、紧张感，真的是最纯粹的快乐。”这些飞行员的故事不只是空战的故事，更是乌克兰人民面对强敌时坚韧不屈的写照。他们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通过不断训练、坚韧的信念和非凡的技巧，展现了乌空军的战斗力。未来，乌克兰依然会面临严峻的挑战，但这些英雄们的故事将继续激励飞行员们。他们会用自己的勇敢和智慧，为乌克兰的天空争取自己的蓝天，守护他们的国家和人民。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